大家好，我是德和成都律師事務所的法山，主要做刑事辯護和文娛法律合規兩個方向。今天呢，刑事團隊這邊案子又出現了檢察院問要不要認罪認罰的情況，我就簡單出期視頻跟大家聊聊認罪認罰這4個字。這條視頻呢，真誠的建議大家轉發、收藏、留存。你要是完整看了，日後你或者你的親朋好友若真的遇到刑事風險了，在面對这個你一定會面對的巨大且困難的問題時，你會有一個清晰的思路。所謂認罪認罰呢，是18年刑訴法修正後明確的一項司法制度，指的是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會問你一個足以決定案件走向的關鍵問題，即犯罪嫌疑人你要不要認罪認罰。比如說如果你涉嫌強姦罪，距情節量刑区間呢在3到10年，那公訴人會在法院正式開庭以前，把筆放在你面前跟你說，這裡有一份認罪認罰具結書，你簽了我給法院的量刑建議就是3到5年，如果你不簽，我給法院的量刑建議就是5到7年，那你簽還是不簽？認罪關乎本案的定罪，認罰關乎本案的處罰。法院開庭審判說白了就是一個看怎麼定罪量刑的問題。如果你簽了，那很好。根據最高檢2023年10月公布的前3季度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只要你認罪認罰，法院有97.8%的概率直接採納具結書上的量刑建議。真到開庭的時候呢，法院可以直接走速裁程序你的庭5分鐘就開完了，你即將獲得的會是一個看似輕判的有較大確定性的結果。這叫什麼呢？這叫效率。可以說認罪認罰制度確定以後，檢察官就成了法官之前的法官。通過談判和拉扯呢，令庭審提前結束，我國刑事司法的效率呢，可以說大大提高。對公訴人來說他們只需想方設法的讓當事人認罪認罰，當事人認了，案子就沒了爭議，自己輕鬆。對法官來說呢，有了具結書自己5分鐘一個庭也省事兒。尤其是對於一些基層的司法機關來說檢察院和法院兩家單位平時呢沒有少交流和聯誼，雙方形成默契，2下把案子辦結了，下一個繼續。你要說效率高不高？高你要說這公不公正？當事人自己都認了，有什麼不公正的？多的不說，點讚吧。但是呢，不知道朋友們發現問題沒有第一個問題是這個案子到底是罪還是非罪？是的，這個案子從實案的層面，當事人到底該不該定罪呢？尤其是遇到一些可能面臨 KPI 的案子，比如說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最近的電詐的案件，以及長期以來的涉黑的案件，各司法單位呢有辦案任務在身，可不是每一個檢察官都會明察秋毫的。這時就難免會有部分的辦案人員在與犯罪嫌疑人溝通的過程當中威逼利誘。威逼就是如果你現在不認，後面我會要求法院重判，而我國的無罪率在這兒擺着，你都走到這一步了，你覺得抗爭你有沒有戲你自己掂量而利誘呢，就是你看我已經可以給你減幾年了，只要你點點頭簽個字認這個案子，我就可以重重舉起，輕輕放下你好我也好。一邊是蘿蔔，一邊是大棒。作為當事人，尤其是一個在內心認為自己無罪的當事人，你就必須面臨一份足以令你靈魂煎熬的選擇：你到底要不要認慫？如果你認了，你或許會得到一個紙面上較輕的刑罰；而如果你不認，你就可能面臨一個超出你接受程度的刑期。但是誰說你就真的一定夠罪呢？雖然他們現在被稱之為法官之前的法官，但未經人民法院判決，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最終裁判權呢是在法院手裡。如果经律師爭取，经法院判決，你就是無罪了。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案子到底該判幾年？是的，到底該判幾年呢？這涉及到2方面。一方面呢是量刑建議上，很多具結書上寫的是一個區間3到5年，到底是3年還是5年，這個差別很大，但是沒準。而當檢察官只寫了一個區間時，你想在他那兒獲得一個確定的答案，為了讓你配合辦案呢，他大概率也是不到最後一刻不會接收的。另一方面是，如果你不認罪認罰，是不是就一定會被判5年以上？恕我直言老刑辩應該都明白，在認罪認罰制度出現以前，其實很多同類案子，法院既往司法判例判的本來就不高，也不是檢察院說判多久就判多久的。即使你真的夠罪，你要是真不認，真打下來，是完全有法院判的比檢察院量刑建議低的可能的。是的，所以最終結論是簽了認罪認罰，你的刑期也不一定比不簽低，且簽了認罪認罰後呢，你基本也喪失了為自己做進一步抗爭，比如後續進行刑事申訴的權利。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當事人願意簽認罪認罰呢？答案很簡單，認罪認罰給了當事人確定性。而對一個身陷囹圄、惶惶不可終日的當事人來說，他們渴望一個確定性，這就是司法機關的眼膜。是的，簽了認罪認罰，你能得到一個相对确定的刑期，
而不簽，一切結果都是未知的。而在密閉的環境中，在高壓的狀態下，在司法的機微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趕緊結束，得到一個不用再內耗、再患得患失的答案。在你最需要答案的時候，我給你一個較為確定的、你看似能接受的答案。這是一顆不知好壞的定心丸，這是一枚不知苦甜的讓你心安的糖果。是的，在高壓狀態下，很多人要的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結果啊，他們要的只是一個看似能接受的較為確定的結果，讓你用認罪認罰提前換一個可能比較確定的結果，這就是司法機關的陽謀。這違不違法呢？當然不違法，甚至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刑事政策啊，都在力推認罪認罰。你可不可以不認呢？當然也可以，那你繼續在號子裡面數罪與非罪的花瓣吧。而更可悲的是啊，在認罪認罰制度下，我們有很多同行不僅沒有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與檢察院積極溝通與對抗，反倒在辯護人的位置上成了第二公訴人，一昧的幫司法機關勸當事人認罪認罰。因為這樣不僅當事人自己沒話說，自己的錢呢也賺得輕鬆，不得不說這很令人失望。所以這時作為當事人你該怎麼做呢？重中之重是你一定要委託一個值得你信賴的律師。在這裡呢，我不得不提一嘴與認罪認罰制度並駕齊驅的法援律師制度。我們國家呢現在有個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政策在刑事案件中，只要你自己不委託律師，也會給你指派一個免費的法援律師來替你辯護。這裡面故事很多本期我就不細講我先強調，法院律師裡面也有優秀的律師，這毫無疑問。我們所呢也派有律師來積極進行法援，且我也有要求我們所的法援律師必須完全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堅決捍衛他們的合法權利。但是呢，我也必須說，不是每個法援律師都一定會堅定地站在你的立場，不遺餘力地幫你辯護。原因很簡單，給錢的不是你。前段時間呢，不是某地法院還專門出了紅頭文件，對律師進行表彰，誇他們積極協助司法機關勸當事人認罪認罰嘛。而在你委託一名律師以後這名律師呢是一定要幫你完成以下幾項工作的。首先呢是讓你懂自己的案子這個非常的重要。案子是什麼罪名？構罪的標準是什麼？情節輕重的坎在哪兒？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是什麼？同類案件同法院此前的裁判觀點和量刑区間一般是多少？這些都是能幫助你做出判斷的重要信息，你一定要全面了解。其次是站在你的立場與檢察官和法官進行非常充分的溝通。與司法機關的溝通呢，非常考驗律師的智慧，也是長期的。有的律師一昧的硬刚賣直，表演型的溝通，表演型的辯護，看似有聲有色，實則呢对案件不一定有利。真正有效的溝通呢，需要在案件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策略和思路，該對抗的時候對抗，該協商的時候協商。比如說在檢察院決定是否起訴時的溝通，與讓當事人簽認罪認罰時的溝通，與庭審階段的庭下溝通方式方法都不一樣。這點呢，以後有空我們再進行單講而最後其實也是最基本的，是否認罪認罰必須由當事人自己充分考慮以後再做決定。我經常对當事人說當然我也想对看這條視頻的朋友們說你不能說一個人簽了認罪認罰他就一定落落。首先呢，且不說到底夠不夠罪，即使當事人在心裡認為自己無罪的情況下簽了認罪認罰，他也一定有自己的權衡和考量。我們要充分相信和尊重每一個人在全面了解信息的前提下做出的關於自己的選擇和判斷，他在自由處分關於自己的訴訟權利，這一點他人無權置喙。且從實案的層面這個世界包括司法裁判體系自有一套運行的規則和邏輯，有的擺在桌面上，有的放在桌面下在這套規則與邏輯下注定有很多現實的妥協與無奈。而作為律師，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給當事人提供最為全面的信息與思路，並在他做出決定後，在法律框架內盡全力的最大程度上維護和實現他的利益。最後最近私訊諮詢我案子的朋友比較多我拒絕了大部分，也接受了小部分。我說下我做案子的3大原則：一呢是不接受白嫖，10年牢粉也不行，這是基本的尊重；二呢是不做司法勾兑，如果想找關係另走他門；三呢是不做勝訴承諾，這是律師法的要求。很多人在按找騙子的方式找律師，這令我很無奈。能不能做？能做的話我們會怎麼做？我都會在前期諮詢的時候跟你說清楚，不弄虛作假，說到就一定會做到。接受委託了就全心全意幫你打到底我們只用專業能力和職業態度說話，充分捍衛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有法律問題呢可以私訊我，我是法善，我們下期再見。